海网球大师赛正打得火热，观众席上突然冒出来一位大姐，一声尖叫，直接让比赛中断了，最后竟被强制抬出场。话说10月1号，国庆佳节，普天同庆，大伙儿呢，要么是出去旅游，要么是在家陪着家人，气氛那叫一个祥和。在上海呢，正举办了一个国际级的体育赛事——上海网球大师赛，这个是个大场面啊，世界顶级的选手都来了，球迷们也是特别的兴奋，整个赛场那叫一个高大上。比赛呢是一场意大利选手对阵法国选手的比赛，打得正激烈呢啊，比分咬得特别的紧，到了关键分了，现场那是一片安静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一声尖叫划破了整个球场的宁静，这一下把所有人都给吓了一跳，运动员手一哆嗦，球都打飞了，大伙儿都寻思这是谁呀？出啥事儿了？是看这个偶像太激动了，还是怎么着了？结果大家顺着声音一瞅，好家伙，看台上有一位大姐穿着个背心儿，正搁那扯着嗓子喊呢。这位大姐呢，咱们就叫她谢大姐吧。她这一嗓子不要紧哦，关键是她喊完一嗓子，还来第二嗓子、第三嗓子，没完没了了呀！这下全场的观众都不干了哦。本来是来看比赛的，这倒好，来了个女高音歌唱家现场飙歌了呀！裁判也是有经验，拿起话筒就警告了，请看台的观众保持安静。这按理说，一般人被裁判这么一警告，旁边观众再投来点注目礼，肯定就不好意思呀，赶紧坐下了。可是这位谢大姐啊，她觉得这是给了她一个舞台呀。现场的保安和民警一看这个情况，就赶紧跑过去了，想着好言相劝一下。女士，麻烦您小点声，这影响比赛了。你猜怎么着？这位大姐非但不听劝，反而更来劲儿了。人家保安大哥一脸严肃的维持秩序，他在那儿跟跳广场舞似的，在看台上可劲儿的扭，那腰身那姿态啊，不知道还以为是中场表演嘉宾呢。这下比赛是彻底进行不下去了，直接中断了。球员们都叉着腰，一脸无奈的看着他，现场的观众可不干了啊，嘘声四起啊！更有意思的是啥？他旁边还坐着个小男孩，那孩子急得呀满脸通红，一个劲儿的伸手推他妈，那意思就是快别这样了，太丢人了。可惜哦，这孩子人小力微，根本就拉不住他这位已经放飞自我的妈。这当妈的榜样没做成，反倒成了反面教材。现场多少人拿着手机拍呀？这年头谁还不是个战地记者？各种角度的视频一下就传开了。视频里谢大姐那叫一个嚣张啊！她一边继续鬼哭狼嚎，一边从包里掏出个小本本。后来咱们才知道啊，那是个护照，还不是她自己的。她就拿着那个护照，跟拿了个令箭似的，对着保安挥舞，那表情那神态，仿佛在说：看清楚了，我这个身份可不一般，我可是国际友人，你们动我试试。好家伙，这下这个保安也算是看明白了，跟这位是讲不了道理了。对讲机里估计是下了命令，别劝了，上措施。说时迟，那时快啊！几位保安一拥而上，俩人夹胳膊，俩人抬腿，直接就把谢大姐给请起来了。哎，你别说啊，谢大姐还是挺有分量的，挣扎的那叫一个厉害啊，嘴里面还尖叫着，跟演电影似的。最终呢，在万众瞩目之下，谢大姐被硬生生从看台上抬了出去。就在她被抬走的那一刻啊，奇迹发生了，全场观众自发的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那他把你们警察干嘛的呀？有问题了还不能说。这个真的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景啊！你以为这就完了？
不，这位谢大姐的戏还没演完呢。就在她被抬出去的路上，她还不忘对着观众席伸出2根手指，比了个耶的手势。那脸上哪有半点羞愧啊？全是老娘就是全场的焦点的得意和嚣张。后来有现场的哥们透露说这位谢大姐在看比赛前呢喝了点酒。我说呢，感情这是酒壮怂人胆呀。但是咱得说句公道话酒这东西它可不背这个锅。酒最多算是催化剂，它只是把你心里面本来就有的那种傲慢，那种目中无人给放大了而已。你骨子里要是谦逊有礼，喝多了顶多就是话多点，或者是睡着了，哪能干出这么离谱的事来？这个事儿闹得这么大网上都炸锅了。到了晚上11点半，上海公安分局的官方通报就出来了，谢某某女46岁，酒后在网球中心观赛时大声喧哗，严重扰乱秩序，导致比赛暂停。民警反复劝阻无效，依法将其带离，目前已对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看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就一个行政处罚呀，罚点款，教育几句，不痛不痒的。各位，你把这个事就想简单了，这里面的学问可大着呢。首先呢，咱得明白这行政处罚虽然不是刑事犯罪，但它可是个污点啊，是要记录个人档案的。尤其是如果牵扯到了外籍身份，那个问题就更复杂了。虽然最后扒出来她本人不是外籍，但是她老公和孩子是呀。那这种记录呢，对他们以后申请中国的签证、办理出入境手续都会有影响。说白了以后中国的大门想进就没那么容易了。更要命的是什么呀？是工作。还记得疫情那会儿，那个在北京不戴口罩非要出门跑步的澳洲跑步女吗？也是这么一通闹最后呢被公司知道了，直接一份辞退信打包送你回老家。很多外企，尤其是这种世界500强的大公司，对员工在所在国的声誉和遵纪守法看得特别的重。你一个人的行为丢的是整个公司的脸。果不其然，万能的网友们就开始发力了。这互联网的时代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呢，谢大姐一家的信息都被扒了个底儿朝天。先是她老公的身份有混外企圈的网友爆料说谢大姐的丈夫是瑞典人，好像是上海一家挺牛的外资制造企业的高管。你想一个跨国公司的高管被派到上海来，那肯定是人中龙凤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主。这下好了老婆这么一闹，全中国都知道了，他这脸上挂得住吗？公司董事会能没点想法？这职业生涯怕是得打个大大的问号了。紧接着呢是那个护照的瓜，之前大家都以为他挥舞的是自己的外国护照，想搞特权，结果最后证实那个护照是他儿子的。这就更有意思了他自己是中国人，却拿着自己儿子的外国护照在那儿耀武扬威，这是什么心态啊？这就是典型的狐假虎威，借着家人的身份来给自己壮胆，来彰显自己那点可怜的优越感，这比他自己是外国人还让人瞧不起。这网友们顺藤摸瓜连他的社交媒体账号都给找出来了。好家伙，点进去一看，那叫一个珠光宝气平时开的是一辆将近80万的保时捷豪车，生活照里各种名牌包包、高档餐厅。最后呢还发了条动态，说要把这保时捷卖了。为啥呢？理由是在上海限牌用不上。你听听你听听这个话，这凡尔赛文学都让他玩明白了。我们普通人愁的是摇不上号，买不起车，人家愁豪车太多，牌照不够用。这生活确实是离咱们有点远了。这下好了，所有的线索都对上了一个嫁了外籍高管，生活优越，平时就喜欢炫富的中年女性，在酒精的刺激下，把自己内心深处那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和对规则的蔑视在一个人山人海的公共场合，以一种极其丑陋的方式表现得淋漓尽致。网上的评论区那叫一个热闹有网友说，这种人就是喝点马尿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拘留15天让他好好清醒清醒。还有一位网友说的特别好，开好车不代表你品质好，物质富有不代表精神富有，宁可当个穷人也别去丢这个人。
仗着老公有背景就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结果呢只能让自己更丢人。说的太对了啊！钱呢能买来豪车，买来名牌，但是买不来素质，买不来尊重。你越是想炫耀什么呢，往往就越说明你内心缺少什么。其实说到底啊，这整件事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德不配位是个什么下场。你有钱呢，你有好的生活，这都是你的本事，没人嫉妒。但你不能因为这些就觉得可以凌驾于公共秩序之上，就可以不尊重别人啊。尤其可怜的是那个孩子啊，在全场的嘘声和后来全网的嘲笑中，他是什么心情啊？他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朋友和同学呢？一个母亲本该是孩子最好的榜样，结果却亲手给孩子的成长记忆里啊留下了这么一个难以磨灭的尴尬又羞耻的印记。我都替他觉得脸红哦。不知道他那位瑞典籍的高管老公看到这些铺天盖地的新闻作何感想？是否了解自己的妻子还有这么热情奔放的一面啊？所以啊，朋友们，这个事儿给咱们提了个醒，做人呢得有敬畏之心，敬畏法律，敬畏规则，敬畏身边每个普通人。无论你是身居何位，财富多少，国籍是哪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得遵守中国的规矩，这才是最基本的道理。好啦，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关于谢大姐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聊聊哦。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